第256章吸血鬼女王。灰雾之上，巨人居所般的宫殿内，月亮埃姆林认真的思考起该向愚者先生讲述血族的哪部分历史。他和始祖是老朋友，肯定很了解大灾变前的事情，不需要我再重复。第4季和第5季里，血族的荣光并不罕见，有太多值得讲述的历史，但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只有一点。埃姆林迅速就有了想法。他现在的认知中，愚者很可能是大灾变前的哪位古神，因为某些缘由没有陨落，沉睡至今，并逐步复苏。这能很好的解释之前以千年计的漫长历史里，血族的记载中为什么从未出现类似的隐秘存在，直到对方的尊名突然传播开来。略作斟酌，埃姆林挺直腰背道：大灾变之后，血族离开了南北大陆历史舞台的中央，以个体而非族群的身份成为不同帝国、不同王朝的贵族，或管辖一片领地，或看守关键区域的城堡。等到我们的女王带领我们走出黑暗时期的血月女王奥尔尼亚成为特伦索斯特帝国那位叶皇的妻子，整个血族才凝聚起来，成为这个王朝的重要支持者。那个时候，鲁恩的奥古斯都、福萨克的艾因霍恩都必须尊敬地称呼我们的女王为皇后陛下。在那个年代，奥尔尼亚女王就是美的象征。如果存在能回答问题的魔镜，那世界上最美女子是谁的答案只能是她。埃姆林越说越是骄傲，越说越是自豪，从拘谨慎重变成了滔滔不绝。能回答问题的魔镜，这不就是阿罗德斯吗？也不知道机械之星有没有成员闲得胯下疼。来上一句，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阿罗德斯又会做出怎样的回答？克莱恩坐姿未变，嘴角含笑，思维发散的想着。噼里啪啦说了一堆后，埃姆林的表情转为严肃。这一切在四皇之战里破灭，叶皇陨落，女王陨落，血族遭遇了颇为沉重的打击。而在攫取到最终的胜利果实后，七神支持奥古斯都、艾因霍恩、索伦和卡斯蒂亚这4大贵族瓜分帝国，覆灭了缺少高位者的皇室，我们血族只能退入无人的深山，躲到阴暗的角落里，以保持族群的延续。和我预料的差不多。七神，四皇之战的时候已经是7神。克莱恩想到了图多家族地下遗迹里的6神雕像。幸运的是，当时7神分裂，4国互相攻击，我们在付出一定的代价后，终于摆脱了厄难。此时，埃姆林少见的精神抖擞，他目光种种地望着克莱恩道：尊敬的愚者先生，你还有空闲听我讲述血月女王的生平事迹和血族曾经具备过的荣光吗？那是由一页页光辉篇章组成的沉重典籍，我可以重复其中每一部分，看起来你还能讲1天1夜。我曾经以为你是喜欢人偶的吸血鬼之耻，对历史不会太了解，想不到你竟然这么专业，这么有学术精神，难怪你一直认为血族是高贵的，并因此自豪。这种不爱出门的家伙，针对什么领域产生了兴趣，确实会做深入的研究，而且吸血鬼的生命也足够漫长。克莱恩斟酌了下，准备婉拒埃姆林的好意。虽然他对那些历史并不缺乏兴趣，但时间并不允许他于这里听对方长篇大论。足够了，克莱恩微微一笑道，我喜欢等价交换，不会让你没有收获的陈述，等以后有机会，你再用相应的历史从我这里换取想要的事物。好的，埃姆林一时还有些失落，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向别的存在讲述血族的荣光。平时为了隐藏身份，他没法和人类炫耀这些，而血族内部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且轮不到他负责新生儿的教育。克莱恩不再多说，恢复了居高临下的态度。好了，你回去吧。埃姆林怀特眼前顿时有深红的光芒亮起，迅速将它吞没。短暂的眩晕后，他发现自己依然坐在行驶的出租马车内。紧接着，他看见了虚幻的羊皮纸，获得了怎么以秘奇仪式向愚者祈求帮助的知识。等中午空闲下来，回到家里就立刻举行仪式，请愚者先生解除我的心理暗示。埃姆林忽然有些激动。等到马车抵达丰收教堂，他才平复下来，给予车资。进了教堂，看见乌特拉夫斯基主教在那里为仅有的几位信徒布道，他不再像往常那样苦恼，内心颇为轻松。这样的状态下，他莫名想到了一些事情。乌特拉夫斯基神父似乎从来没有阻止过我寻找解除心理暗示的办法。他究竟在想什么？东区桌面油腻的咖啡馆内，约预定时间抵达的克莱恩边享用沾嫩豌豆炖羔羊肉汤汁的燕麦面包，边听老科勒讲述他最近1周内搜集到的消息。可惜的是，
里面并没有具备太大价值的情报。等到对方说完，克莱恩想了想，又掏出总值2磅的钞票推了过去。您刚才已经给过了。老科勒吓了一跳，愕然摆手。克莱恩轻笑道，这周以内我就会去南方度假，辛苦了1年，是该休息一段时间了。我也许得2周3周才能回来，所以提前支付你相应的报酬。呵呵，不要忘记帮我搜集消息。好的。老科勒又欣喜又感激地接过了那些纸币。这个瞬间，他已经想好了该怎么度过新年。他打算买下之前舍不得买的那条腌制好的火腿，用它搭配自己的面包，真是让人迫不及待啊！感谢莫里亚蒂侦探，他不自觉吞咽了口唾沫。克莱恩拿起帽子，斟酌了下道：你应该察觉得出来，最近东区有些乱。不要为了打探消息让自己承担风险，如果发现不对，立刻躲避，不要掺和围绕埃德萨克王子的事情，让他颇为担忧，所以才想着提醒老科勒一句。我明白。老科勒拍了下自己的胸口道，我很胆小的，我不会去冒险。很好，克莱恩赞了一句。他旋即想起江西女工丽芙和他2个喜爱读书、希望改变命运的女儿弗莱亚与黛西，沉吟着说道，你留意下丽芙一家，不要让他们被欺负，如果东区发生暴动之类的事情，带着他们躲避到安全的地方暴动。您是指工人的抗争？老科勒有些不解地反问道。差不多，克莱恩含糊回应，这是他能透露的极限，否则很容易被人或封印物怀疑。有着大大小小人偶的房间内，趁中午时光回到家里的埃姆林怀特坐在椅子上，享受着因窗帘遮掩而产生的昏暗。他环顾四周，握了握拳道，为我加油吧。说完，他翻找出有灵性的材料，开始书写愚者的尊名和对应的象征符号。魔法标识。一番忙碌之后，他尝试起秘器一事，灵性逐渐飘散，仿佛来到了无穷高处。隐隐约约间，他看见了无数难以描述形状的影子，看见了7道似乎蕴藏着繁多知识的光芒，看见了高踞着些上方的灰白雾气。无边无际的灰雾之上，则有一座无法看清的古老宫殿，宫殿内坐着一道笼罩灰雾的人影。然后，埃姆林看见了一抹威严神圣的金色身影，看见了对方背后遮天蔽日的黑色羽翼。他还没来得及细数那神秘的羽翼共有多少对，就感觉自己飞快上浮，与那金色的身影发生接触。啊！他惨叫出声，捂着脑袋满地打滚，身上竟有阵阵青烟冒出。过了好一阵子，埃姆林才缓和下来，听见愚者低沉的嗓音在耳边回荡：你的心理暗示已解除，这就是解除心理暗示的感受，真痛苦啊！埃姆林坐在地上，大口喘气，他梳理的很整齐的头发已经凌乱下垂。灰雾之上，克莱恩若有所思的点头自语道：果然，太阳胸针的净化和驱散效果会同步伤害吸血鬼，他已经提前推算过。去除减弱后的心理暗示需要的阳光不足以重创埃姆林，也就懒得更改为复杂的办法。现在看来，结果和预期一致。处理完这件事情，克莱恩取下左腕袖口内的黄水晶吊坠，为接下来的打算占卜。今天下午示意去红蔷薇庄园默念7遍之后，他睁开眼睛，看见灵摆静止在那里，没有旋转。涉及灵级封印物或相应的强者，占卜难度太高，无法得到有效的启示。克莱恩大致明白缘由的叹了口气。紧接着，他又占卜起明天下午是否宜于去红蔷薇庄园，再次收获失败的结果。一直说占卜不是万能的，现在就印证了这句话，得自己做决定了。这一步必须走出，否则没有办法不引人察觉的退出舞台，转入幕后，越早越好。不能拖延，要不然事情很可能无法收拾。思绪起伏间，克莱恩有了决断。他当即回到现实世界，穿上双排扣长礼服，戴上半高丝绸礼帽，走出了明斯克街15号。目的地是埃德萨克王子的红蔷薇庄园。第257章名字。红蔷薇庄园外，克莱恩提着手杖走下了马车，望着门口站岗的红制服士兵，他闭了闭眼睛，让自己保持平静。既然那个疑似008的封印物一直在制造巧合，阻止戴蓝宝石戒指的女人和我见面，那么今天也不会例外，不用太担心碰上他，只要能依靠表演骗过埃德萨克王子，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克莱恩思绪沉淀，迈步走向了庄园入口。上交枪带和左轮后，通过搜查的他在男仆的引领下，穿过铺着灰色石板的道路，绕过喷洒着清澈泉水的池子，进入主屋，
来到2楼，抵达按照布局应该是日晒屋的房间外面。这个过程里，克莱恩始终提着一颗心，害怕遇到意外，害怕局势往最坏最恶劣的方向发展。咚咚咚，轻敲房门后，男仆凑到门板前，压低嗓音道：“莫里亚蒂侦探到了。”安静了足足10几秒，房间内才有后世的声音传出：“王子殿下，请他进来。”伴随这句话的是吱呀打开的房门，温暖的感觉往外散溢，比走廊之上更胜少许。在2位高大护卫的注视下，克莱恩踏上了有花纹的暖黄色厚软地毯。他向前走了几步，绕过隔断里侧和外侧的博物柜，看见埃德萨克王子坐在落地窗旁，享受着贝克兰德冬日少见的太阳。那张让人感觉亲切且印象深刻的圆润脸庞未带丝毫笑意，自然的营造出了严肃沉凝的气氛。因为典雅壁炉和金属管道的共同作用，房间比春末还要温暖。埃德萨克王子没穿外套，上半身仅着袖口如花朵般绽放的白色衬衣和浅黄色的马甲，附带的袖钉、领针、徽章等饰物不算显眼，却足够昂贵。看到这一幕，克莱恩反倒暗中松了一口气，因为戴蓝宝石戒指的女郎没有陪伴在王子的身旁，于是他赶紧上前行了一礼。埃德萨克手里端着杯冒热气的红茶，并未请克莱恩坐下，他维持着刚才的表情，沉声问道：“调查有结果了吗？”“没有，我的占卜，我的通灵，我的走访，我的探查，都告诉我，塔利姆是突发心脏疾病去世。”克莱恩表情沉痛中带着明显自责的回应：“无论哪一方面，我都太过弱小。王子殿下，您应该请更强大更厉害的帮手，您还是另请高明吧。”他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这个瞬间，埃德萨克似乎才看清楚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的脸庞，只觉对方比之前老了好几岁，像是许久没能安然入眠。这不是他的错觉，因为克莱恩出门前就利用无面人的能力微调了脸部状态，让皮肤看起来干涩没有光泽，让不在整体内的杂乱胡须星星点点冒出，让眼袋更大更黑更加明显。埃德萨克沉默一阵，放下手中镶着金线的白色瓷杯道：“我知道了，果然还是太勉强了，我会让人接手后续的，拟一份调查报告出来，不要有遗漏。”好的。克莱恩在心里握了握拳头，迅速从衣兜里拿出了一叠折好的纸张。“尊敬的王子殿下，您不需要等待，我一直都有书面记录的习惯。”吩咐侍从拿过调查报告，埃德萨克王子随手翻了翻，放置一边道：“你还有别的事情吗？”“没有了，王子殿下，请允许我提出告辞。对了，我将前往南方一段时间，我想用那里温暖的阳光融化我心里的痛苦。”克莱恩感叹回应。这是许多鲁恩人的新年习惯。埃德萨克王子轻轻颔首，扭头望向老管家芬克尔：“你送莫里亚蒂侦探出去，并派一辆马车给他红蔷薇庄园，距离最近的小镇得步行15至20分钟，到了那里才能雇佣到马车。”“是，王子殿下。”老管家一丝不苟的行礼道。克莱恩没有放松警惕，赶紧告辞。他跟随老管家一路外行，来到庄园入口，拿回了腋下枪带和随身武器。不到1分钟后，他坐上了红蔷薇庄园的马车。背靠箱壁，看着窗外的庄园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克莱恩放松下来，缓缓吐了口气，让吊着的心回到原位。他明白此时的自己已经离开舞台的中央，接下来就是告别贝克兰德，前往南方，彻底谢幕之后，换一张脸潜伏回来。他平静地思考起后续的计划。就在这时，他灵感一动，灵性一紧，看见车厢的大门快速打开，又无声合拢。他做出应对之前，一道人影飞快勾勒了出来，身穿沉重的黑裙，手戴蓝宝石戒指。蓝宝石戒指！看到这一幕，本待进攻或跳车的克莱恩瞳孔一缩，又坐了回去，不敢轻举妄动。那可是身怀灵级封印物，或者本身就是这个层次半神的恐怖人物。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0.8或者别的什么，你制造的巧合呢？克莱恩的精神和身体瞬间高度紧绷，眼睁睁看着那道身影彻底显现。那位女郎的年纪与她穿衣的风格截然不同，也就18、19岁的样子，脸蛋略圆，眼睛细长，气质温文尔雅，甜美暗藏，是个极为出色的美女。克莱恩先是一愣，旋即认出了对方，脱口而出道：“特里斯，这不就是从教唆者特里斯变成女巫特里斯的那个家伙吗？被通缉的她怎么成为了王子的女人？
身为魔女教派成员的她是怎么混到埃德萨克王子身边的？而且还带着0级封印物或同层次的神奇物品。仔细再瞧，他发现特丽丝与之前有了一定的改变，单看不够出色的五官愈发柔美精致，组合起来更是动人心灵。听到他愕然的话语，特丽丝不禁反喜，露出甜美的笑容道：“你认识我？我就知道你认识我。”一位拥有非凡能力的侦探肯定特别留意各张通缉令。他很高兴的样子。克莱恩谨慎中带着疑惑的问道：“你想做什么？”他清楚的记得对方不是什么善良之人，特里斯通过交所一手制造了木须号惨案，特里斯则在停更时让诸多无辜平民提前身亡。特里斯抿嘴一笑道：“很简单，你尽快去向职业者、代法者、机械之星举报我，让他们来这里抓我。自己报警抓自己，这人妖，这女人疯了吧？”克莱恩听得有点茫然，很快他品出了其中的意味。特里斯宁愿被关在查尼斯门后，也不愿意留于红蔷薇庄园。他在努力的脱离这里。简单来说就是，他认为这比被职业者、代法者他们抓住更危险、更绝望。克莱恩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表情，沉声反问道：“你在害怕什么？”特里斯呆了一秒，旋即睁大眼睛，眸子迷离没有焦距的说道：“有人在操纵我的人生，总是有巧合让我事后惊悚，而且我也越来越不像自己了。”说到这里，他嘴角上翘道：“你能想象吗？喜欢那些娇羞可爱女仆的我，总会在天亮时发现自己从一个赤裸男人的怀里醒来。你能想象这种痛苦吗？”“我能，所以远离刺客，远离女巫。”克莱恩忍不住想象了下那样的场景，一时心生寒颤。特丽斯用看似自嘲的笑容继续说道：“我以为努力提升，变成欢愉，就能摆脱那种古怪的状态。于是请人帮我搜集了相应的非凡材料，结果更加严重了。有的时候我会忘记很多事情，但他们又真真实实的发生了。我忍着恶心，引诱塔利姆，想让他帮我逃出这里，谁知道我不知什么时候用诅咒杀死了他。你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吗？呵呵，他们还给我改了名字，要让我完全抛弃过去的自己。不，绝不会。他们以为我只能在很短时间内战胜巧合，很快就会回到正轨。哼，这是我故意为他们制造的错觉，所以我见到了你，侦探先生。”欢愉、魔女、材料。克莱恩豁然记起一件往事，那就是在智慧之眼老先生艾辛格斯坦顿组织的非凡聚会里，有人求购过欢愉魔女药剂的主材料。有着这份配方的他当场察觉，却未去管，后续逐渐将此事遗忘。原来那是特丽斯的帮手，那个时候他就在埃德萨克王子的身边了。为什么我会莫名觉得他现在笑得很凄美？欢愉有毒啊！克莱恩吸了口气，思绪一片杂乱。整理想法的时候，他随意问道：“他们把你的名字改成什么样子了？”特丽斯皱起好看的眉头，眼睛有些迷蒙的回答道：“特丽斯奇克，特丽斯奇克，奇克，奇克。”克莱恩豁然抬头，再次有了全身发麻的感觉，整个人僵硬的就仿佛大理石制成的雕像。此时此刻，他的脑海内只有一则罗塞尔日记在疯狂回荡。6月5日，得到了一本古老的典籍，里面竟然提到了原初魔女的名字，她叫奇克。第258章，克莱恩的准备。奇克看着面前眉头轻皱、眸子迷蒙的美貌少女，克莱恩体表的鸡皮疙瘩不受控制的凸起，粒粒分明，且伴随冷汗。这个瞬间，他就像回到了廷根，回到了当初的黑金级安保公司，正打算开灵室观察梅高欧斯和他肚子里的婴儿。那种发自本能的畏惧是如此清晰，如同一只大手紧紧捏住了他的心脏。他终于明白，对抗灰雾，干扰占卜的不是0级封印物或相应层次的神奇物品，克里斯体内藏着更加恐怖的东西。末日的象征，原初的魔女。不，她还不是原初魔女，否则仅是这样的相处，我就已经失控，已经变成蠕动的烂肉。她的状态很奇特。特丽斯眉头平复，眼睛重新找回了焦距，看着不敢有丝毫动弹的克莱恩，轻抬右手，让鲜白的指头从身侧缓慢滑下，带着点委屈，带着点诱惑，带着点恶趣味的笑道：“如果你能将这件事情告知职业者、代法者和机械之星，而我在被他们抓起来前，刚好能遇到你，
我不介意让你明白什么叫真正的欢愉。克莱恩的视线不自觉跟着他的手指移动，脑海内自然浮现出了一处处惊心动魄的细节，不算大，但非常挺。我在想什么？我在看什么？这就是欢愉魔女的诱惑能力。先不提你以前是个男人，就算是纯正的女士，且过往恶迹不多，让我没有心理障碍，我也不敢啊。万一突然觉醒为原初的魔女，愚者也扛不住。克莱恩无声叹息，扬起脑袋，悲悯地望着马车顶部的木板道：你认为我一个中低序列的普通非凡者，有能力逃出王室的追捕？我想他们现在已经发现不对，即将展开行动。特丽斯见克莱恩不敢直视自己，竟有些得意，他轻笑一声道：我会尝试逃离，将追捕的主要力量引开，剩下的虽然还是很强，但不再没有办法解决。我相信你为了自己的生命，肯定会竭尽全力的抗争，希望不小。说完，他的身影急速消失，就像被人用抹布擦掉了一样。这和沙伦不同，并非回归怨魂的正常状态，而是直接隐形。砰！马车厢门先是敞开，旋即关上，遗留的清甜香味钻入鼻端。克莱恩收回视线，沉下了脸庞。直到这个时候，他的手臂都还有些轻微的颤抖，仿佛得了什么疾病。要不是他经验丰富，哪怕在现实世界也隔着肚皮直面过邪神之子。知道特丽斯奇克这个名字究竟代表什么的他，刚才已经承受不住那恐怖的压力，当场崩溃。这就像皮筋拉得太紧，终究会被扯断一样。看起来特丽斯还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清楚奇克这个称号的意义。克莱恩迅速平复思绪，望了眼窗外，估算着距离，默数起时间。他的灵性直觉和相应的经历告诉他，这样的处境下，随便做点什么都比什么都不做要好。所以在灭口的危险即将到来之际，他准备努力自救。3、2、1，克莱恩突然睁开眼睛，啪的打了个响指。道路边缘，一株只剩枯枝的树木燃起了不大的火焰，并迅速升腾拉高。克莱恩衣兜内特意分出来的几根火柴随之爆燃，赤红的颜色瞬间将黑色的礼服彻底覆盖。他的身影消失在了车厢内，从路边的火焰里走了出来。啪啪啪，他左手连打响指，身影在稀疏枯黄的树林内不断闪现，乘着火光急速抵达了外面看不到的深处。然后他停顿下来，抽出了悬挂在脖子上的饰物。他一直很清楚，这次拜访红蔷薇庄园有意外因素潜藏，基于魔术师守则，有提前做一些准备，比如将火柴分开存放，比如将部分神奇物品随身携带。这里面生物毒素瓶和太阳胸针等涉及卡瓶事件、怨魂事件，所以他谨慎地将它们留在了灰雾之上。而密友大师罗萨哥遗留的全黑之眼很难通过庄园守卫的检查，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最终，除了进化、猎魔、驱邪这3种子弹，他只带了2件神奇物品。一件是可以让人穿越障碍的万能钥匙，它的迷路效果能通过补障法抵消，且平时看起来就是普普通通的钥匙，不会被人发现。另外一件则是克莱恩准备的核心要素——阿兹克铜哨。简单来说就是，当危险靠自己无法对付的时候，请大佬帮忙。有了刚才的相遇，不管我有没有认出特丽斯，都肯定会上灭口名单，且大概率已经被008盯上，找阿兹克先生不再有负面影响。如果一直制造巧合的确实是008。克莱恩拿起那枚冰冷古老的铜哨，放入口中，鼓气一吹，无声无息间，开了灵视的他看见地面喷泉般涌出一根根白骨，看见身高近4米的巨型信使成型，低下脑袋，用燃烧着漆黑火焰的眼窝望着自己。那庞大的体型给了克莱恩一定的安全感，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刷刷写了个单词：救命。紧接着他将纸张折好，塞入了信使垂下的手掌里。等到信使消失，他收起铜哨，故意摆出祈祷的姿势，快速诵念愚者的尊名。伟大的愚者先生，我的调查有了结果，埃德萨克王子爱上的女人是魔女教派的女巫特丽斯，她现在已晋升为欢愉魔女，被高层改名为了特丽斯奇克。飞快完成汇报后，克莱恩顾不得遮掩，当即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然后他提取自己的祈祷影像，将它丢入了象征正义小姐的那颗深红星辰，并竭力伪装出戏谑的语气，用居高临下的愚者姿态补了一句：奇克，嘿，这是原初魔女的真名。做完这一切，
克莱恩立刻返回现实世界，准备亡命奔逃。他刚迈出几步，眼前豁然变亮，他下意识抬头，看见几颗燃烧着熊熊火焰的陨石从天而降，划破长空，笼罩了这片树林。这个瞬间，赤红的光芒映入克莱恩的眸子，让他有了根本无法抗衡的感觉。他完全没想到对方会直接天降陨石来灭口。泛着黄色的笔记本上，一支看似普通的羽毛笔写道：基于未知的、无法解释的原因，达拉斯科流星雨提前2天抵达了这个星球。他们其中一部分的落地点恰好是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躲藏的树林。对，恰好。周二下午，独属于奥黛丽的书房内，这位即将成年的少女正专心听着伊斯兰特老师讲解观众读心者能力和神秘学心理学交叉领域的联系。她的脚旁，金毛大狗苏茜蹲坐的一丝不苟。突然，她看见了无边的灰雾，看见一道模糊的人影在疑似树林的地方摆出祈祷的姿势。紧跟着，话语传入了她的耳朵：埃德萨克王子，魔女教派，女巫特丽斯，欢愉魔女特丽斯奇克。奥黛丽自动过滤掉无关的细节，注意到了最关键的那些词汇。原来是这样，埃德萨克爱上的是一个魔女，而很多魔女都是男人变成的。为什么我有些想笑？这就是他会为贝克兰德带来危机的原因。我得提醒爸爸，但该用什么办法，找什么借口呢？奥黛丽努力控制着面容和目光，内心却止不住的走神。就在这个时候，他又看见了悠闲坐在青铜长桌最上首的愚者先生，听到他语气平缓中带着些许戏谑的说道：奇克，嘿，这是原初魔女的真名，原初魔女的真名，原初的魔女。嗡的一声，奥黛丽的表情瞬间失控。怎么了？身为观察力极为敏锐的读心者，伊斯兰特立刻发现了奥黛丽小姐的不对。奥黛丽念头一转，未做掩饰，忧心忡忡的说道：伊斯兰特老师，我刚才想起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我本该之前就告诉我的父母，但我忘记了，这会导致非常严重、非常可怕的后果，比如贝克兰德被毁灭，居住在这里的几百万人，不分贵族、中产和平民，只有少量存活。奥黛丽抿了抿嘴巴，晶莹如同绿宝石的眼睛里是藏不住的担忧。伊斯兰特微挑眉头道：现在去来得及吗？总比不去好。伊斯兰特老师，你等我一会儿。不，你先离开。奥黛丽进入观众状态，冷静地做出决定。他随即起身离开书房，进入走廊。爸爸去了上医院，只有妈妈在家里。可我该怎么说？奥黛丽微皱眉头，脚步没有放慢，也没有加快。她的旁边是贴身侍女和大狗苏茜。渐渐的，她有了个想法，等抵达伯爵夫人所在的起居室时，心里已然有了决断。轻轻吸了口气，奥黛丽只觉肩头异常沉淀，然后她没有犹豫的敲响了房门。第259章隐患。起居室内，伯爵夫人凯特琳坐在沙发上，面前站着副管家、管家助手和相应事务的执事。她条理分明，丝毫不乱地吩咐着今天晚宴的各种事情，直到女儿奥黛丽来到身边。妈妈，我有事情和你讲。奥黛丽的目光扫过了房间里的其他人。前来起居室的路上，她感觉地面有轻轻震颤2下，但未发现别的异常。伯爵夫人环顾一圈，轻轻颔首道：你们等下再进来。起居室迅速变得安静，就连金毛大狗苏茜都被奥黛丽用眼神支到了门外。你应该时常陪伴在我的身边，学习怎么处理事务。虽然你的家庭课程里并不缺乏这样的内容，但怎么将它们与实际有效结合，依然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年过50，看起来却只有30出头的伯爵夫人微笑着教育了一句：好了，我的小天使，你有什么事情？奥黛丽想露出礼仪课上反复练习过的优雅笑容，却发现自己沉重紧张的翘不起嘴角。她抿了抿发干的唇瓣，直接开口道：妈妈，我有事情瞒着你们。伯爵夫人略微偏头，等待后续的解释。奥黛丽的话语先是顿塞，旋即变得流畅。我已经是一个非凡者，就是拥有神奇能力的人。通过服食魔药而变成金发碧眼的伯爵夫人凯特琳轻挑眉毛，不见诧异的回应：我知道，我和你的父亲都知道啊。奥黛丽一下不知该怎么接后文了。伯爵夫人掩嘴笑了笑道：你从宝库里拿走了那么多神奇的材料，难道还天真的认为我和你的父亲没有察觉？你父亲的身边，这栋别墅内，家族的领地中，
就有不少非凡者，他们或源于单纯的雇佣关系，或来自女神教会的派遣，或本身就是霍尔家族的成员。国王陛下默许了这些事情，而我们也默许了你的小小冒险。你终究会长大，会成熟。我和你的父亲无法一直将你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下，你总有需要独自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有额外的神奇能力辅助，可以让你的底牌更好。根据我知道的那些常识，最开始的阶段应该不那么危险，提升则需要1年、2年，甚至3年的时间，所以我和你的父亲并不着急，打算等你正式成年再告诫你几句，让你就停留于现在的位置不？妈妈，你的常识是错误的，你并不知道扮演法的存在，如果材料凑齐，我新年前就能成为序列期的心理医生，而且我不想停止。尼根公爵的死亡让我明白，这个世界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安稳和平静。我想拥有关键时刻保护你们的实力。愚者先生逐渐复苏，一位位邪神试图降临。我虽然还不够成熟，缺乏必要的见识，也能从这些事情上察觉到那潜藏的难以言喻的危机。奥黛丽一直很清楚，自己从宝库里拿走的非凡材料是无法逃避的问题，但又侥幸的认为父母不知道那些物品的具体作用，顶多怀疑自己在神秘学爱好者的圈子里越陷越深。卸下心头的负担后，他避开母亲的叮嘱，开口说道：妈妈，我后来加入了一个隐秘的组织，偏学术性，不崇拜邪神的那种，请原谅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和详细的情况。我为此已经立下誓言，不等伯爵夫人询问，他抢先步入正题。我今天收到一个消息，埃德萨克王子爱上的那个平民女孩是一位魔女，他们不知在策划什么阴谋。他前后2段话其实没有必要的联系，前者指的是心理炼金会，后面消息的来源却是塔罗会，是愚者先生。通过这样的语序编排，他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能够通过占卜的确认，却会让人相信他的消息来自心理炼金会这个隐秘组织。凯特琳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郑重反问道：魔女？他对神秘世界了解不多，但仅是这个名词就能让他感觉到邪恶和不安。奥黛丽快速点头道：是的，一位欢愉魔女。而更让我恐惧的是，她的名字叫特丽斯奇克，这有什么问题？伯爵夫人疑惑问道。那个组织内有成员在一本古老的书籍上见过奇克这个名字。奥黛丽说着刚才编好的谎言，无论语气、用词、表情细节还是肢体动作都没有破绽，在第4季或者更早。她属于原初的魔女。紧跟着她凝重补充道：那是位邪神。伯爵夫人凯特琳不明白原初魔女代表的意思，但很清楚邪神意味着什么。她顿时有些坐不住了，语速加快的反问道：你确定吗？不确定。奥黛丽没有一点怀疑的相信着愚者先生，可表面却不能这么说。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有必要请王室，不，请女神教会的非凡者做一定的确认，涉及邪神的事情，再怎么慎重都是正确的。凯特琳颇有些诧异的抬眼望向女儿。奥黛丽，你长大了，要不是事情紧迫。听到这样表扬的奥黛丽肯定假装矜持，先谦虚撒娇，然后回房间得意，甚至来一小段转圈舞。可现在她根本顾不上这些，忙让担忧和紧张等情绪明显的浮现于表面。妈妈，能帮我隐瞒吗？我听说教会和王室的非凡者对不属于他们的隐秘组织极为憎恶。你可以说是爸爸拿到的消息，他应该有很多的渠道。凯特琳站了起来，给了女儿一个拥抱。你父亲要到傍晚才能回来，我先让隐藏的守卫出现，假装是他传递了消息，然后再去找女神教会派来保护我们一家的非凡者。好，奥黛丽欣喜回应。这个时候她终于舒了口气，因维持了一段时间的高度紧张而疲惫无力。看着几颗燃烧着火焰的陨石高速落下，笼罩了整片树林，克莱恩竟有了无力抗衡、绝望等死的想法。即使不断利用火焰跳跃，他也没办法在流星雨砸中地面前脱离树林，脱离危险的核心区域，而以占卜家途径非凡者脆弱的身体，也不存在硬扛陨石的可能。即使手枪无法击伤的活尸，在这样的攻击下也会直接变成碎块或肉泥，并且是焦黑的那种。火焰跳跃，偏黄白色的光芒映入眼眸深处，未曾放弃的克莱恩迅速产生了一个想法。这种以秒计算的场景内，他没有犹豫，想到就决定去做。啪！默算好距离后，克莱恩打了个响指，让火柴盒内剩余的火焰同时被点燃，一道赤红的火光腾起，飞快将他的身影包裹于内。
无声无息间，克莱恩消失在了原地，闪现于陨石上方的火焰内。唰，流星飞快下坠，他刚跃出火焰，就已离开陨石，陷入周围温度高到可怕的空气。用非凡能力跳跃的那一刻，克莱恩是不害怕普通火焰的，哪怕温度偏高了一些，但他脱离那种状态后，只能竭力操纵火焰避开自己，同样会被灼伤，会被烧死。另外，高温空气不在他跳跃的范围内。啪！克莱恩又打了个响指，让处于临界点的空气瞬间爆燃，他闪现于了另外的火焰里，想避过陨石撞击地面产生的第一波冲击。可是，无论他怎么尝试，怎么冒险，依然无法脱离险境，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跳跃至避开了正面的树林内，承受陨石天降的波及，要么在上方表演杂技一样跳来跳去，等着蘑菇云将他吞没。这个刹那，克莱恩仿佛看见自己四分五裂，体表焦黑，有余火的样子。脑海内念头一闪，他眼前突有变化，红的更红，黄的更黄，白的更白，各种色彩浓郁叠加，描绘出了一幅奇异的油画。油画仿佛脱离了现实世界，让克莱恩旁观般看着陨石缓慢下落，砸中地面。那片树林瞬间被摧毁，大地明显晃动了几下，夹杂着火光的烟雾则往上腾起，形成了一朵蘑菇状的怪云。这样的冲击并未波及克莱恩，因为他根本无法进入色块重叠、形似静止的油画世界。克莱恩先是一愣，旋即看见旁边多了道人影。那人影身材中等，皮肤古铜，穿着黑色的长礼服，戴着半高丝绸礼帽，有一双流露出沧桑意味的褐色眼眸，五官颇为柔和，右耳下方则长着颗细小的黑痣。阿兹克先生，克莱恩欣喜出声，他终于知道当初占卜获得的启示对应什么场景了。它对应的就是现在，血海代表必死的处境，被阿兹克先生拉起，意味着自身因他而获得解救。他话刚离口，阿兹克却摆了摆手，抓住他的胳膊，向着各种浓郁色彩叠加的深处穿行而去。那只外表很普通的羽毛笔不再自行书写，表面暗淡了一些，只剩一只眼睛的严肃中年男子握住它，带着某种通灵般的状态飞快写道。他借助灵界和星界常识的穿行，在这个时候恰好因这方面的隐患出了问题。于是他和夏洛克·莫里亚蒂落到了距离因斯赞格威尔和他的朋友不远的地方。第260章无面之人。四周的一切仿佛幻影，颜色浓郁，重叠相加，飞快倒退。克莱恩刚回过神来，观察和体会这种奇妙的穿行，就感觉抓住自己胳膊的阿兹克先生的手在轻微的抖动。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他就有了强烈的失重感，身体止不住的下坠，甚至出现旋转，周围的红、黄、白、黑等色彩迅速淡化，克莱恩重重跌在了坚实的地面，跌得脑袋眩晕，内脏翻滚，掺杂着点点惊心的视线中，他所见到的一切都已恢复正常。左侧是看不到底部的幽暗深谷，那就像是传说里的恶魔深渊，右侧是一直往上蔓延的灰石岩壁，似乎支撑起了整片区域。这里没有太阳，没有云彩，也没有雾气，些许的光亮来自于长在不同地方的发光苔藓。黑暗和深沉是这个世界的主色调。克莱恩左手一撑，敏捷跃起，发现脚下是铺着石板的规整道路，它能供2乘马车并行，绝非自然形成。这道路一端盘旋往下，深入幽暗裂缝，一端通向高处，时而能见位于岩壁内的有着穹顶的走廊和大厅。克莱恩抬了下头，却看不见最高点，视线完全被灰色的石壁遮掩。忽然之间，他有了种明悟，自己和阿兹克先生掉入了地底，正置身于一个古老文明的残骸内。是别的区域，还是依然在贝克兰德附近？克莱恩心念刚动，就听见阿兹克先生沉声说道：“你先离开这里，往上啊！”克莱恩还未领会这句话的意思，就看见侧方光芒闪现，瞬间勾勒出了一扇虚幻的对开大门。那大门仿佛由青铜制成，不够真实，却异常沉重，表面有着数不清的奇异花纹和不知意味的象征符号。吱呀一声，大门裂开了道缝隙，里面争先恐后的伸出一只苍白的、血淋淋的手臂，除此之外，还有长着婴儿脸孔的青黑藤蔓，突出眼睛的滑腻触手。这和沙伦小姐那件神奇物品的效果很像。思索闪烁间，克莱恩发现那些手臂、藤蔓和触手不再疯狂，安静下来，紧贴住了地面，
与他们之前疯狂的将一位序列6活尸硬生生拉入门后的表现截然不同。紧接着，那扇虚幻大门的缝隙开阔了不少，一道人影从里面走了出来。那身影穿着纯黑色的神职人员长袍，五官如同古典雕塑，深刻分明。他发色暗金，眸子深蓝，鼻梁高挺，戴着顶老者喜爱的软帽，鬓角与中年外貌不太相称的有些发白。看着对方完全失去了光彩的一只眼睛，克莱恩心里油然浮现出了来者的姓名：因斯赞格威尔。一手导演停更事件，重创了职业者小队的前大主教，封印物008的执掌者。几乎是同时，克莱恩转过身体，遵循阿兹克先生的话语，向着道路的上方狂奔而逃。他很清楚，序列6的自己留在半神级的对抗里，只会拖后腿，只会让阿兹克先生分心。而这种争分夺秒的场合中，虚假的谦虚、矫情的话语，都是不必要的，都是会害到自身和同伴的。噔噔噔，因为地底没有东西可以点燃，克莱恩只能咬紧牙齿，用尽全身力气的奔跑。而他的耳畔则传来阿兹克平静温和的声音：一直逃出这里，不用担心我。我回忆起了不少事情，知道自己曾经待在一个序列很久，那个序列叫不死者。噔噔噔，克莱恩绕过崖壁，进入了有着穹顶的阴暗走廊，两侧的墙上会刻着诸多斑驳的壁画。就在这时，他听到之前所在的位置有威严沉雅的嗓音回荡：此地禁止传送。因斯赞格威尔的身边，一道人影不知什么时候抵达，违反物理规律的漂浮于半空，脸上戴着张黄金铸就般的华丽面具。而因斯赞格威尔却没第一时间发动攻击，反倒望了克莱恩身影消失的拐角处一眼。黑夜女神教会序列4守夜人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别人厄运，但刚才无声无息祝福了克莱恩的因斯赞格威尔却发现对方竟未遭遇狡猾摔倒、跌入深谷等事情。不仅如此，因斯赞格威尔眼前似乎还出现了幻觉，看见了些许稀薄虚幻的灰白雾气。没时间多想，他将目光收回，重新投向了阿兹克艾格斯。噔噔噔，高速奔跑中的克莱恩突然刹车，他的灵性直觉告诉他，前方有人，有非凡者，且大概率是此地的守卫们。略作思考，他伸出左手，在脸上抹了一下，与此同时，他体内发出阵阵脆响，整个人硬生生拔高了7、8厘米。等左掌离开脸部，他已经变成一个中年男子，发色暗金，鼻梁高挺的独眼中年男子因斯赞格威尔。回忆了下对方的神态，用幻术修饰好衣物，克莱恩快步前行，绕过拐角，进入一座大厅。那里有着4位穿深黑全身盔甲的守卫，目光皆是锐利。克莱恩沉着脸庞走了过去，故意沉哑着嗓音，严肃说道：有人潜入了这里，我正在寻找他，你们有发现什么线索吗？为首的守卫先是审视，旋即便低下脑袋道：赞格威尔先生，这里没有任何动静。克莱恩轻轻点头，越过他们，离开了这座大厅。整个过程里，他虽然高度紧张，背后有汗水沁出，却表现得沉稳内敛，与因斯赞格威尔从外貌到气息没有一点区别。靠着无面人的能力，结合本身的奔跑，他迅速通过3道关卡，来到了这片建筑的尽头。那里有一扇纯粹由幽蓝光芒组成的虚幻大门，除此之外，完全封死。虽然忧虑着阿兹克先生与因斯赞格威尔等半神的战斗，但克莱恩还是躲在房间外面的阴影里，耐心窥探了一阵，发现有人通过那幽蓝光芒抵达，有人借此离开。他有注意到一点，离开的人必须先出示文章式的物品，然后才能得到4个守卫的允许进入光门。没时间去等待下一个有文章的人，只能冒险了。那边的战斗随时可能结束，就算没有，对我的搜查命令很快也会传递到这里。克莱恩迅速决断，再次以因斯赞格威尔的形象走入那个房间。外面出了事情，他对前大主教的声音没有把握，只能刻意沙哑，以示经历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被消息扰乱思绪的守卫们直到克莱恩靠近，才反应过来，伸手拦住他。赞格威尔先生，您的通行证呢？不要耽搁时间。克莱恩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文章，塞入对方的手里。这坦然的表现让其余守卫顿时放松下来。就在得到通行证的守卫低头查看的刹那，克莱恩忽然前扑，他刚一落地，迅速又接了个翻滚，直接钻入了幽蓝光门里。然后守卫才发现掌中的文章迅速淡化，
成为了一张便签纸。这便签纸的左上方还印刷着最近常见的祝福语：新年快乐。深渊般的幽暗裂缝里灌满了虚幻漆黑的液体，而且水面还在不断上涌。有一条条皮肤苍白的手臂疯狂往外伸出。因斯赞格威尔大致了解阿兹克的水准，对此并不惊讶，也无畏惧，因为此时的他有个半神半人的帮手。他最忧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强行推动故事发展后的008随时可能反噬自己。这个时候，他眼角余光一扫，愕然发现008那支羽毛笔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口袋，漂浮在灰色的岩壁前，疯狂书写着一行行单词。激烈的战斗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发生，比如因斯赞格威尔的皮带断掉，裤子下落。幽蓝的光芒冲色了克莱恩的眼睛，于深沉的黑暗和游弋的无形生物间构筑出了一条光层重叠的通道。克莱恩没去观察环境，连翻带滚的抵达了通道的尽头。他站了起来，理了理衣物，恢复因斯赞格威尔的严肃表情，踏入了水波般荡开的光幕里。一阵恍惚之后，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了另一个房间内，这里同样有着为数不少的守卫。弟弟出了问题，看好这里，不让任何人进入。克莱恩沉稳吩咐，不快不慢地走向门口。是，赞格威尔先生。守卫们躬声回答。就在这时，之前的守卫穿过幽蓝光芒而来，大声疾呼道：刚才的赞格威尔有问题。一道道视线随之望向门边，而克莱恩的身影已然不见。噔噔噔，守卫们当即分出好几位，四散寻找目标，并通知其余同伴。场面一时颇为混乱，其中一位刚绕过拐角，就看见了因斯赞格威尔的背影。下意识间，他拔出闪烁电光的佩剑，劈了上去。噗！那身影没有重量的飘开，变成了分裂的纸人。与此同时，砰砰两声连响，淡金色的子弹穿过未拉下的面甲，准确射入了那个守卫的头部。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那守卫就哐当倒地，抽搐了2下。克莱恩从角落的阴影里走出，没有表情的将左轮手枪塞回了腋下枪袋内。他烧掉纸人，快速将守卫拖到了一个无人的房间，换上漆黑的盔甲，变成对方的样子。接着，他拿起浮现电光的佩剑，走出房间，关上木门，仓皇失措的向着前方奔逃。他要通知沿途每一处守卫，因斯赞格威尔有问题，